小雅，大喜的日子，你在闹什么？李然，你背着我偷偷辞了招商局的铁饭碗，算怎么回事儿？你说你要响应国家号召，下创业，我忍了。可是我们存的10万块结婚钱呢？你告诉我你去哪儿了？我买了域名。什么狗屁域名？你去网吧弄了一堆破英文字母，你花了整整10万块，你疯了吗？就买了几个破字母？我就说李然这小子最近整天泡在网吧，脑子被电脑辐射给烧坏了。10万块啊！我的老天爷，能在咱们县城买2套大3居了呀！他们不知道我是重生的，他们更不知道那10万块钱被我换成了未来将会统治数字经济命脉的国际域名。我手里握着的这几个英文字母，是未来数字经济足以翻起滔天巨浪的入场券。钱是我自己工作攒的，那批域名未来的价值你想象不到。这婚如果你实在不想，当然不结！我李小雅就算饿死，也不会嫁给你这个穷酸鬼！宇涛哥，你总算来了。孙老板，快上座。李然是吧？听说你是个什么所谓懂新技术的高材生。认得这是什么吗？国内最新款的传呼机，一台3000块，我店里每天能卖出去50台。下海创业，你创的是哪门子的业？你懂我们国内的生意经吗？生意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叫生意。你拿10万块去买一堆破字母，还做着你那不切实际的春秋大梦。李然，你看见差距了吗？宇涛哥这叫干大事的实力，而你只配在那个阴暗的网吧里敲你的破键盘当混混。把退婚协议签了，以后我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李婵，赶紧签了吧，你配不上人家小雅，别死乞白赖的耽误人家跟孙老板享福了。填好了，保管好，自己选的路走到底。算你小子识相，知道自己是个买堆破代码的穷酸鬼，就该老老实实滚蛋。孙宇涛，传呼机这种东西不过是一代最廉价的单向信息中转站罢了，互联网才是未来整个经济体联通的绝对核心。你引以为傲的大生意，不出3年就会被信息产业彻底淘汰。到时你会明白，你今天砸在桌上的2万块钱，在真正的互联网红利面前，连浪花都算不上。你敢咒我破产？这是我这顿饭的饭钱，祝你们守着传呼机长长久久。新手村的无聊闹剧结束了，真正属于我的时代，今天正式开启。啊！机子满了，兄弟，你就别为难我了。今天早上孙老板派人过来放话了。说什么了？孙老板说，全县谁要是敢借机子给你上网，以后网吧所有外事配件，兴许商会一家都不给供。他还要掐了我们的通讯热线。李然，人家现在财大气粗，渠道全被他把控着。我这家小店还要指望他吃饭，你别让我难做，以后别来了。在他那狭隘的认知里，我不过是个离了网吧就什么都干不了的废物。他以为这样就能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是前天晚上包夜欠你的20块，我不欠人的，现在清了。老黄，做生意目光要放长远一点。跟着那种以为靠卡渠道就能吃一辈子的白痴混，你这家店迟早会倒闭。不让进网吧，无所谓，我自有办法。
我正在写一个商贸底层的核心骨架，一个完全立足于传统制造加工业，直接对接海外采购商的第一代 B2B 数字电商网。我给它起名星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个年代，国内无数小业企生产出极其优质的商品，却因为信息闭塞，被国内的渠道商和外资买棒疯狂压榨利润，甚至面临倒闭。我要用这套国内首创的代码，彻底颠覆现有的贸易信息差壁垒，赋能本土实体，击碎那些如同孙宇涛一样仗着垄断作威作福的传统通讯中箱。这个域名在未来的2年里，将是北美最大跨国数字结算体系的绝对命脉。而现在，这个科技金融巨头居然极其愚蠢地遗漏了注册全系后缀资产。地基脸谋深处，地基有了，现在只缺一样最现实的东西，那就是推动项目落地的资本。我现在兜里别说下个月房租，就连今晚吃3块钱的面条都成了死网。这是何等致命的企业级战略漏洞！这是一份基于我前世20年跨国宏观金融视角的绝密级推演，极其精准地刺穿了他们北美高管层的远景盲区。一名的国际合法所有权目前归属于我，3日之内，请贵公司提出一个其核心商业价值的收购方案，否则，我将在北美的科技论坛上将其极其合法的公开授权给你们最大的直接竞争手。李然，你给我滚出来！孙老板发话了，今天你要是不把那些域名的转让保证书老老实实签了，我今天就把你这烂地下室给掀了！别装死，我早打听清楚了，你1天都没出门，再不出来把资产转让书歇了，我今天就你带那台破电脑一块砸成废铁！喂，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吗？我报案，现有社会闲散人员正在暴力破拆我的门锁，对方带有钝器，情况紧急，请你们立刻行动。姓李的挺能忍啊！损坏他人门锁，私闯民宅，孙宇涛给了你们几百块辛苦费，这些碎银子够不够你们在看守所里裁5年缝纫机？你放什么屁！少吓唬我！孙老板发话了，把电脑里那些什么域名交出来，今天不签，我就打断你的手！打断我的手？对，我现在就废了你这个按键盘的手！你报警了？我还固定了证据。快跑！快跑！不许动！全部抱头，贴墙蹲下！同志，都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啊！我们走错门了。刚才是谁打的指挥中心报案？同志您好，是我。他们受一名叫孙宇涛的人指使，暴力破拆防盗门并私闯民宅。他们企图胁迫我交出网络电子资产，全程没有任何过激斗殴。我第一时间选择了相信安保部门。做得非常好，全部上铐，带回局里。等会儿把指使你们的那个孙老板，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大洋彼岸的大鱼，此刻终于老老实实的咬上了我抛出的鱼钩。李先生，集团对你个人持有的网址后缀略有兴趣，但你邮件里的空口邀约缺乏价值支撑。为了展示诚意，我们愿意支付5万美元，
请在1周内回复，否则我们将动用国际法团队解决此类恶意抢注。 5万美金，在当时的县城确实是一笔骇人的巨款，但在未来1美元级别的数字结算巨头面前，这连其服务器的1天的电费都不够。你好，李先生。史密斯先生，我是李禅。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的对接直接切入正题。李先生，你的口语极其出色。那我们长话短说，5万美金买断你手里那个域名后缀，这笔钱足够你极其奢华的改变人生了。签了线上协议，钱立刻打入你的账户。史密斯先生，我需要纠正你2个错误。第一，这不是施舍，这是一场极其合理合法的商业博弈。第二，5万美金连买你们即将赴美上市财报里的一行错误告购代码都不够。李先生是在极其恶劣的威胁我们。你所谓的数据报告根本不值一提。我们拥有全球最顶级的商业律师团。别拿国际法条吓唬我！你们即将在下个季度剥离核心跨国数字支付业务，并单独谋求上市。如果没有这个与之极其匹配的顶级国际域名作为信用包主，你们在亚洲区的在线端就拿不到任何信用评级。我现在有极其绝对合法的权利保有它。如果我把它转手卖给你们最大的死对头星辰电商集团，史密斯先生，一旦流量被合法拦截，你们的市值蒸发绝对不止5个亿。你到底想要多少？200万美金，全款现结，少1分，这回话就直接结束。李然，你疯了吗？给你们5分钟时间请示你们的高层，5分钟后如果不能达成合法交易，谈判破裂。李长先生，你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商业魔鬼。董事局同意了你的报价。很好，史密斯先生，做了一笔极其稳赚不赔的买卖，你不该哭丧着脸。交割流程极其简单。为了确保绝对的安全，我们委托的区总裁明天将亲自赶赴你所在的小县城。我们需要挑选一家极其高级的私人会所，一手交验合规协议，一手进行资金交割。收起你们在海外那种私交易拉拢的做派，我不吃这一套。明天上午10点，让你们的总裁带好公证书，直接来商务局见我。这笔1600万的跨境资产交易，必须在我们的主管部门监督下完成合规交割，走专属账户。在这片土地上做生意，外资也得守规矩。1600万合法的原始资本，入账已成定局。从我被拿2万块钱砸在桌上羞辱退婚，到现在，仅仅过去不到1周的时间。明天大早，该去走一趟阳光下的坦途了。也必须让那些用鼻孔看人的井底之蛙极其震撼地看一看，什么才叫来自于降维商业格局的绝对碾压。小雅，刚才那条足金大项链还满意吧？过几天给你订的进口车也快到了，跟着我，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还是宇涛哥有本事，可不像某些人，连个稳定的工作都保不住，还做着互联网发大财的青天白日梦。哟，那不是李禅吗？李然，听说你昨晚出息了啊，还学会报警抓人了？怎么，你以为把我的外围小弟送进去，你就真能护得住你那几串破代码了？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斗不过除了报警还会干啥？看看小雅现在跟孙老板多相符，你那破域名到底卖出去了吗？是不是1毛钱都不值啊？李然，念在过去几年的情分上，你去给宇涛哥道个歉。宇涛哥说不定还能大发慈悲，在他门市处给你安排个扫地的工作。孙宇涛，
你的傲慢来源于你的认知极其低下，你觉得一条街的传呼机就是你的天地，但在真正的跨国资本眼中，你的这点门市和家当，连一个垃圾桶都比不上。你说什么？死鸭子嘴硬！李然先生啊，真是年少有为的民族栋梁。您这笔高达近2000万的合法外汇引入，可是替咱们市拉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跨国业务成果啊！市里面高度重视这项新数字技术的结算，特地派我来全程监督，为您合法保驾护航。有劳局长亲自跑一趟。我一贯奉公守法，跨境数字资产结算和忘税证明程序的公证，就在这里办了吧。好，完全配合李先生的极其高效指令。1600万！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假的！他那就是一堆骗人的破字母啊！合作愉快，希望你们淮阳投资记住，在我们国内做生意，就必须按我们的规矩和对等价值来。是，李先生说的极是。李然哥，我错了，那个退婚协议是我鬼迷心窍啊，我刚才都是胡说八道的。你那么有钱，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这层就是我们星火科技的总部。李总，这底层平台咱们不收1分钱，域名服务器都在倒贴，咱们图什么？图未来，等他们知道互联网能绕开传统中间商，星火科技数字平台就是他们极其强大的护城河。去，把城南服装二厂的王厂长请来。王厂长是个50多岁、极其本分老实人，他经营这一家老旧服装厂，但因为没有自行销路，一直被二道贩子死死压价，现在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李婵，别在写字楼里白费力气了，老王他们来不了了。李婵，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拿1000多万去开个破电脑公司，去免费倒贴那些快倒闭的工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城南那片所有的星讯传呼机资源、内部集装货运，全是我孙家的人脉商会在管的。你只要敢给哪个厂子免费弄那个什么破网站，我就让商会停了谁家所有的对外联络渠道，让国内的2线批发商一个电话都打不进去，连他们的货车我都让人合法卡在省道外头。老王这笔夹克衫的单子我压死了，他一件衣服都别想卖出去，下个月就得宣布破产。可不孙宇涛玩，你那破电脑能当饭吃？老子就在这小地方卡死他们，让你1毛钱的业务都跑不通。孙宇涛，你真是极其可悲。你以为拔了他们的旧作基线，就能垄断整个世界的贸易通道？少废话，有种你让那电脑别出外费救他呀！李总，我们斗不过星讯商会的，大家都是出来给几百号工人寻口绝命饭的。咱们合作搞网站的事儿，全撤了吧，我认命了。王厂长，看看这个。这是你们厂里那些被孙宇涛掐断的破传呼机和旧电话线，永远都不需要再用了。我刚才已经出资全额补贴了首期300万的费用，给你们这第一批12家极其优质的实体工厂申请拉通了市内促最高级别的企业国际光根专线，并且我的人会在今天下午无偿去你们厂里安装最高端的商务终端区网。李总，拉了网线又有什么用啊？那边卡着国内的省县大批发商不给我们发单子啊。孙宇涛那种极其蠢钝的人，一辈子只盯着他脚下那1、2亩3分地，他根本不知道，一旦接通了互联网这根世界神经脉络，所谓的地域封锁，连一层薄纱都不如。
这封商业邮件在半个小时前经过验证发送，他们通过我们的星风海外数据切口，极其看中了你这批夹克及其耐寒保暖的面料与做工。他们不需要听那些国内二道贩子瞎报价，他们要求首批定下10万件过冬重工夹克衫，以现汇美金极其干脆结算，扣除平台税费后，留给你们的出厂纯利润是目前传统批发价的整整6倍。跨境贸易担保信用城10分钟前已经发到了市里的涉外公证处，物流不走公路，直接挂靠跨国铁路编组特批专列直发。孙宇涛的几辆破旧运货卡车，连其最外围的站台警戒线都极其不可能靠得上。10万件，全是高汇率的美金结账。李总，李神仙，咱们厂子也接专线，哪怕砸锅卖铁，我们厂也要做数字外贸。这只是一张极其微小的投名状。孙宇涛，你引以为傲的那条极其低级的传统信息护城河，在我带来的这阵属于21世纪极其冰冷的数字狂风面前，薄得不堪一击。李总，出大事了！有人在通过外部网络攻击我们的主服务器端口，他们在疯狂篡改我们的域名 DNS 解译跟木木，试图非法侵占我们名下那批国际极品域名，还在拖拽所有外贸客户的交易数据库。李总，我们顶不住了，我马上去机房把网线断电。站住！拔什么网线？开通星火内部的最高隐秘权限，立刻给他们放开一个高仿真的虚拟测试沙方。他们想要底层数据，那就让他们下，让他们沉浸在自以为快要得手的犯罪窃喜中。报案。星鸿科技集团正在遭遇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破坏，我方技术部正在进行虚拟沙包跟踪，请网警支队立刻到达现场对接。警官，对面用了多重海外某机代理做非法跳板，真实的 IP 地址全被隐藏了。如果找不到他们真正的物理操作厅，很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李董，对面自以为做得很隐蔽，但他们根本连什么叫国际底层服务器日记都不懂。将海外底层注册局的原始调证报告传真到现场。是的，李董，我们依据您的全权拥有法务底单，已经接洽了北美最高域名注册管理局，美方服务器底层的原始物理事件，以及反向回插日志数据，作为辅助电子物证，已全部固化。警官同志，海外确认物证辅助与反向追踪证实数据已经全部承接在此。涛哥，大老板，快了！马上就把李林底下的万商所有客户资料全拖出来了，这辈子彻底躺赚了！哈哈哈哈哈！李然，你个暴发户，最终还不是老子给你做局？去他的互联网！老子今天就把你所有的基业彻底端掉！误会，我这只是在自己家上个网啊！非法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极其重大的商业机密案，孙宇涛，铁证如山，足够你在局子里踩10几年缝纫机了。明天我要去一趟北城，真正的国之重器和民族企业家的护城河，是时候极其合法的在最高层面确立了。同志们，互联网这股风刮得太快了，我们在数字基建上正在被外资卡脖子，大量具有重大国家战略意义的网络地址、拼音缩写域名已经被海外恶意抢注，包括但不善于我们的国家铁路枢纽缩写、大型核心能源纠起前缀，甚至是一些政务内网的拼音变体。现在如果我们想往回买，全是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美金的天价，这就是在趁火打劫。
小李同志，你有什么建议吗？各位参会的老师，你们刚才讨论的这些核心域名流失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早在2年前，也就是海外资本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倾尽所有，抢先在全球域名总库完成了锁定拦截。你说这些东西全在你手里啊？那你今天把清单拿到这里来，你想要什么样的合作代价？只要符合相关规则要求，我们……司长，您误会了。我如果在乎钱，我大可以以最高的溢价卖给那些华尔街的财阀恶狼，只要签个字，我明天就能荣登福布斯财富榜。但我不会卖1美分都不卖。这76个顶级数字基底资源，关乎这片区域未来长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我决定将这名单上的所有资产无偿、永久性的捐献给相关公共管理部门，归入对应主管部门统一调配使用。什么？好啊！李阳同志，这是真正的国家大义。你不仅是个商业天才，更有一根永远打不断、弯不下的脊梁。这样为了基建连亿万家产都能舍弃的英雄，绝不能让他吃半点亏。马上特事特办，立刻给最高级别的特级网络安全护航资质。从今天起，所有的数字出海口端口全面优先对接星火科技的底层平台，合法合规的企业就是这个年轻人最坚不可摧的后盾。李董，您这招不仅是阳谋，更是直接把那条毒蛇的七寸给彻底斩断了。市局网安大队顺着黑客的节点摸底，您猜怎么着？不仅查实了他破坏咱们系统的重罪，更直接将他星讯传呼机门市的底库给查穿了。那些传呼机和电子零部件全是逃避海关关税的非法水货。除此之外，他还长期伪造账号，偷漏税款，甚至在地下暗盘放来维持他那虚假的暴发户门面。这几项罪名数罪并罚，绝对够他在牢里把缝纫机踩冒烟了。既然触犯了国法，那是他罪有应得，法律制裁他，天经地义。在星火的办公室里，这种被时代碾在路边的垃圾，只值得多占用我哪怕1秒钟的口舌。云村苦的骨干搭建图纸做出来没有？做出来了，各部门都在等您的最终批复。去忙吧。玉涛，你说话！你不是说全县没人敢动你吗？你不是有几百万吗？你的别墅被法院查封清算了，他们拿着巨额借条来找我，那是你当初为了充场面借的啊！我是作为你的未婚妻连带签字的，我为什么要替你还这个钱？我要跟你解除婚约！我不要过这种被黑社会天天堵在巷上里要债的日子了啊！想办法。李然靠自己的脑子，不用求任何人。他现在是上面特批的重点保护企业业。你个愚蠢的女人，你当初为什么要招惹他？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他？如果当初你没非要在那天退婚惹怒他，他的外汇和域名就是林小雅的财产，老子也就不会嫉妒到走上绝路。全是你的错，是你害得我落到这个下场。不是这样的，不该是
是这样的。从1999年末跨越到2010年，这不仅仅是度过了千禧年，更是国内互联网从危机多号的蛮荒时代，以摧枯拉朽之势狂飙踏入跨时空高速互联的黄金10年。2003年，当国内的电商萌芽刚破土而出，各大平台还在苦于国内小工厂不愿意上网，没有图文数据时，我极其从容地抛出了一份极其庞大的数据库。这是我用了整整3年时间，自掏腰包拉光纤，免费帮全国近100万家实体制造工厂极其浩瀚出数字化大盘建立的第一层数字化图册大盘。2008年全球商业风暴过境，海外订单极其惨烈的断崖式下降，东南沿海无数书厂面临停工断粮，墓碑群哀鸿遍野。在那个国内实体极其黑暗的时刻，我极其果断地坐在星火总部的中控室内，按下了一个极其红色的指令按钮。外汇缩水，那就极其干脆地放弃低端外销，启动商贸内循环预案。仅用时15天，星火系极其强悍地保住了上多家实体工厂极其宝贵的现球命脉，挽救了近100万工人的家庭饭碗。那一战之后，星火科技彻底完成了极其史诗级的蜕变。在国家相关统筹部门的极其高度认可中，星火已经正式进阶为国产关键制造业的数字免疫系统，是极其毋庸置疑的民族科技底座。李董，后天在会议中心即将举行极其重量级的亚洲数字经济先锋论坛。按照层级，只有您亲自出席，主办方以及部委的领导才能压得住场子。去安排吧。当年我们在四处求人装拨号网，替国家拦截核心域名时撒下的种子，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是时候去国贸的这局棋盘上，给这个世界所有极其傲慢的海外资本家，极其震撼地展示一下我们自主研发的云信档大底座，到底拥有怎样极其恐怖的护城河威力了。明白。我立刻协调最高级别的企业内保人员和车队，并且直接对接大会组委会，为您落地核准唯一的主台压轴席位。老板，极其好看到的高清膜，贴个膜吧，5块钱就行，给您包贴好，给您吧。滚滚滚！什么破手艺也敢出来摆摊？这手机膜上都是灰，你没看见吗？别挡路！别捡了！所有地下摊贩马上收拾东西撤离，通道要进行全面清空，准备拉起最顶格地面警戒线，配合高层通道安保疏散，快点滚出去！10年前，国人还在争论道线是用来发邮件还用玩游戏，
某些依靠信息差的暴发户试图将其拢个人的提款机。到今天，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网民基数，而我们星火科技集团这10年来死磕的底线，不仅是赚钱，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星火云的底层计算集群，彻底击碎所有横亘在中小实体制造业头上的数字壁垒。我们用100亿级的服务器阵列，给全中国哪怕只有3个工人的小溪作坊提供最坚硬数据铠甲和出海通道。各位，真正的科技向上，绝不应是去算计菜市场大妈手里的2毛钱，或者搞什么虚假的流量垄断，而是赋能千行百业，替国家在全球极其余残的科技竞赛下，铸最核心的信息主权长城。李董，您刚才那段关于底层云系线的切入太漂亮了，场外市场的资金起码得追投这块领域几百个亿。那些只是虚拟数字的福彩，我交代给技术院的伏羲自主算力芯片组架构底层逻辑落听了没有？落听了，第一期50个亿的宏大10年闭环计划走入绝对居密的研发阶段。很好，走吧，晚宴推掉，不需要无效社交，回总部推演明天的底层代码安保。哈哈哈哈哈！李董，伏羲2代全自主算力芯片的底层压测数据已经出来了，一切极其顺利。我们不仅彻底突破了海外几家巨头的技术壁垒围堵，这套底层技更足支撑国内虚万家中小微实体企业未来5年的海量跨国订单结算。很好，给研发院发最高规格的奖金。关门。明天上午要省部部联合的底层云架构调度会，准备好下阶段赋能实体下沉产业的定案文件。是，李董，一切都在稳步推进。从10年前那个无人问津的寂静让业开始，到如今每一步前行都引来整座城市的瞩目。这个曾被弃如草列的男人，终于用他常人难以取于的坚毅与清冷，在时代的漫天风雨中，彻底走到了人生的最高处。